上去！哎呀，还在楼上呢！你别上去，你别上去！哎呀，他眼睛不好啊！我知道，我上去。你把家里钥匙给我，快！好，你一定待着啊，你别上去。国伦，把嫂子看好了。好，让姐夫上去啊。没事。这怎么办呀？菲菲还在楼上呢。报警了吗？快报警啊！啊！通知人，通知物业，快去找人，快去啊！干什么你？干什么？我让你让你开！让开！让开！让开！你们要是再敢跟踪我，我见一次打一次。住手！你要干什么？你谁啊？你为什么打他？你大男人打一女人有什么本事啊？哎，你是不是喝酒了？我告诉你啊，酒后不能驾车。没事吧？没事吧，女儿？要不要去医院？走，追。行不行啊？他一个人上去。放心吧，放心吧。嫂子，你等一下，我也去看看啊。你在这儿待着，别动啊。你小心点儿！我们这个外面已经着火了。601的易小姐还在楼上呢，刚发的朋友圈。601，这楼对，还在楼上呢，现在。你不能进，不能进！我去救人，什么狗屁小区啊！着火报警催都不行，快警察报警！妈，菲菲，来，我看看，没事吧？啊，没事，别怕，走啊，跟着我。出来就好，出来就好。菲菲，没事吧？还好吧？没事。哦，郭伦呢？啊，你没看见郭伦吗？郭伦不跟你在一起吗？他进去找你去了。进去找我去了。你看这孩子，啊，你就别乱动了，好不好，嫂子？哎，注意安全啊！小朋友，小朋友，你醒醒！
小伙子，小伙子，醒醒！喂，你没事吧？醒醒！哎，叫救护车，快！快，黑子！快救我老婆！你老婆在哪儿？玉灵城花园小区。你没事吧？捂着，自己捂着。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车里还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车里还有一个，快快快！还有人活着！哎，你们过来帮忙，快！别拍了，滚！邱家南，你死定了！小梦，我出事了，快来接我，快点，快点！我不能被警察带走，快点！能动吗？是来了，来了，来了！快快快！慢点，慢点。哎，使点劲儿！来，你好，你找找司机吧，出示一下驾照、行驶本。好。吹一下。不用了吧，我也没喝酒。喝不喝酒不是你说了算啊！吹。快点。都134了，还说没喝酒？带走。你还往别去！小梦，闪开！快点，帮我找律师，找最好的律师，跟田姐说让他救我。好。中军，前方发生了车祸，我们出不去了，请求重新调配车辆。华江大桥一线发生多车连环相撞特大事故，全线交通陷入瘫痪，交警部门正在现场疏通。完了，这回看来真出事了。还是没有人接啊！我的天哪！刘元阳是因为我才加班到这么晚的，他要是出了点什么事儿的话，呸！不会的，不会的。你开的再快一点吧。好。队长，门口花园太紧闭，消防台警卫无法进入。郭子涵，你没事吧？没事啊。喂，你快走，快下去！那你注意安全啊！好。喂。
松，等我会儿。来，慢点，小心。哎，慢点。走了，黑子。刘月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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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刘月阳，刘月阳，不好意思，刘月阳，刘月阳，接过一下，有了，接过一下。刘月阳，刘月阳，你在哪儿？你没事吧你？没事。刘月阳，你没事吧？你上哪儿了？没事。让一下。罗总，你没事吧？您身上没事吧？辛苦了啊！不是，罗总，我以为你都脱离险境了。你没看我现在马上下来找你吗？这台上放了啥玩意儿啊？这是不是炸了？这油怎么会炸呢？这谁说的清啊？就是公司研发了几种高科技的那个食用油样品，它也不是炸弹呢。不是炸弹，差点炸死人了呗。你是刚才救我的人吧？啊，你好，感谢，非常感谢，不客气啊！你是啊，你贵姓？我姓罗，啊，名怀公。我叫齐恒，真的非常的感谢。啊，客气啊！刚才要不是拉你一把，这个是，要不是拉我一把，可能小命就没了。啊，行。哎，大嫂，我先过去。哎呦，你去啊！怎么样？啊？怎么样？郭龙，赶紧来，赶紧松手啊！那您不跟牛挺搭档了？老牛那边啊，还有地沟油的案子，也很忙啊。也对，现在地沟油案是全国大案，牛挺有经验，这案子里他在。丁丽丽，我们是你公司委托来替你辩护的律师，开庭前呀，再和你做一次沟通。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大律师，花那么多钱请你们过来，不就是让你们告诉我没犯罪吗？死伤多人，你不可能没有犯罪，但是此罪与彼罪量刑的差别巨大，我们只能尽量争取给你较轻的量刑。我们现在需要你在法庭上表现为一个受害者，尽力的去博取法官和公众的同情和好感，你懂吗？懂，不就是演戏吗？我最擅长的。可以啊，我演给你们看，你们也演给我看，互相看看彼此丑陋的脸庞，多有意思啊！当事人丁丽丽，你最好认真的听着接下来的说的话，我是不会让你砸了我欧阳河的招牌的。等等，我有个问题，请讲。我开车撞死人，不是赔钱就可以解决吗？我是我们公司的摇钱树，我们公司的老总田姐可以帮我赔所有的钱，我为什么要坐牢？我就喜欢你这种人。如果多一些像你这样的法盲，那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律师的乐园了，对吗？坐正你的身体，认真听着。车祸若构成交通肇事罪，量刑3至7年。可这次检察院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名对你提起公诉，此罪重则10年以上，以至无期，以致最高可达死刑。这个差别你心里明白吗？所以你最好想清楚，不是我吓唬你，想不清楚你就死定了。走。现在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蕲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丁丽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一案。本案由审判长齐恒、审判员王默、马拉松共同组成合议庭，书记员傅子江担任庭审记录。现在开始法庭庭审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好的，审判长。蕲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被告人丁丽丽，男，现年27岁，汉族，蕲州人，本科文化程度，彩云影业天雷娱乐公司全职艺人。本院认为，被告人丁丽丽无视国家法律，在严重醉酒的情况下，以超规定时速2倍多的速度，即180公里时速，驾车行驶于早高峰干道车辆密集之处，并最终造成6死2重伤及他人财产损失数十万元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大，应予以严惩。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第1款、第57条第1款之规定，认定被告人丁丽丽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蕲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周伟。危害公共安全罪，这弄不好是个死罪啊！被告人丁丽丽，公诉机关指控你的犯罪事实，你有无异议？我是在失去自我控制能力的情况下不小心出了车祸的，我没有主动犯罪，他们对我的指控完全没有意义。你这是胡说！你还我儿子！安静。刚才那位，你是被害人家属吗？还有谁是？请你们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影响本庭的审判。如果你们再这样，本庭将把你们逐出法庭。公诉人对被告人可以进行讯问。被告人丁丽丽，你是怎么到案的？怎么被抓获的？请简单的讲述一下从晚饭时间到车祸发生时的经过。那天晚上，我跟几个朋友在私房菜聚会。我龙国浩可就坐等着你这一哥使我们的股市翻番了啊！谢谢龙总的支持。来来来来，我前2天喝多了，胃不太舒服，以水代酒，敬龙总。哎，干杯！丁丽丽，你别见怪啊，这都是我的合作伙伴，大家一起坐，一起聊聊啊！好，后来我们就去了 KTV 唱歌。来，咱喝一个来。大概是凌晨4点钟左右，我自己先开车回去了。大概凌晨5点钟，我还没有睡着，我就想出去兜风，就开车出去了。没想到出了车祸，然后就在现场等候警察来处理。那发生车祸时，你记得你的驾驶时速是多少吗？我就是正常行驶，没注意。那交警到达现场后对你进行酒精测试了吗？结果是多少？有，但我没看到结果。你的这辆奔驰 SUV 购置于什么时间？今年上半年吧，大概几个月以前。那你有取得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吗？没有。那你有在国家认可的正规的驾校培训学习过吗？也没有。行吧。那下面来说说你喝酒的情况。那天晚上，
大家聊得比较尽兴，都喝了酒。我有点不太舒服，基本上没喝。他们是谁？喝的什么酒？彩云集团的龙总，还有他的几个朋友，喝的是白葡萄酒吧。你平常的酒量如何？1瓶白酒，1瓶洋酒，不是问题。你平常最喜欢喝什么酒？我喜欢喝苏格兰 whisky， 比较高档。我不喜欢葡萄酒。审判长，公诉人讯问完毕。辩护人对被告有无发问？没有。被告人丁丽丽，现在回答法庭的提问。你一共撞了几辆车？不清楚。现场一共5车相撞，你是撞到第1辆车之后就等候交警来处理的吗？我当时太困了，好像有点神志不太清，我记不清楚了。被告人丁丽丽，发生事故以后，你第一时间采取报警了吗？我看到有人报警了，我就在现场等候警察。你刚才说你什么都记不清了吗？啊，对，我就是太困记不清了，可能记混下了。被告人，刚才你当庭解释说你基本没喝，那么你讲一下，这个基本没喝，你到底喝了多少？我当天肠胃有点不太舒服，我好像喝了点，也好像没喝，反正肯定没有喝醉。安静，请你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旁听席不准发言。现在进行举证质证环节。首先，由公诉人就起诉书中指控的犯罪事实向法庭提供证据。好的，审判长。下面宣读证人童书的证言。丹丹，你一个人吃呀？哥哥以后跟咱就是一家人了，好东西是不是应该要分享呀？哥哥给你吃，谢谢。妈妈，哥哥以前是住哪里？傻蛋蛋，哥哥以前当然在自己妈妈家呀。爸爸妈妈、丹丹和哥哥一个家4个人，8只眼睛8条腿。以后哥哥跟着你经常在一起好不好？不好，咱们要跟哥哥一直在一起。对，永远在一起。节哀吧。不可能！下面宣读证人易可人的证言。那天，我老公去机场接客户，他知道我快生了，他就拼命的往回赶，拼命的往回赶。现在羊水已经破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刚做完剖腹产手术，不要乱动。我的孩子呢？易可人，对不起，孩子没有保住。那我老公呢？你老公今天在跨江大桥上出了连环车祸，没有被抢救过来。请节哀。现在宣读证人洪森的证言。我爸是搬家公司的装卸工人，几十年只认埋头干活，勤劳致富，蛮有出息。打小他就扔我的彩笔，撕我的漫画，
可我还是考上了美术学院。那天，他就是撕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哼，学美术，你吃什么喝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我们不可能养你一辈子。谁说画画赚不了钱？人家现在靠卖画也能赚大钱，我能养你。人家赚钱啊，那是因为人家出名了。你有那能耐吗？你养我，我都快50了，我能等到那一天吗？我去打工呀，我去兼职，我不睡觉，我不谈恋爱还不行吗？只要您同意我画画，其余时间我都去挣钱，行不行？你眼里只有钱，你从来没有问过我，可我喜欢画画呀。喜欢有个屁用！我告诉你啊，我是过来人，我是为你好，你懂吗？你妈妈每天都伺候4个老人，你不能让她去伺候你，你这叫不孝。哎呀，行了，他爸，你也别上火了。儿啊，你也少说2句吧。我告诉你啊，只要我活着一天，你就不能去学美术。我为什么是你儿子？我恨你！你再给我说一遍！爸，妈，救命！下面是被告人丁丽丽血液酒精含量检测报告，请法庭传证人到庭。被告人当天在现场进行了血样抽取，抽血检测结果显示为每100毫升血液含183.4毫克酒精，属于醉酒驾驶。辩护人是否有意见？有。辩护人有很大的意见，请法庭注意。按照规定，血样3日内送检，且3日内出具鉴定报告。本次事故发生当日是9月11号，而公诉人提交的这份血液提取登记表上，鹿港18号非法载客。一行8人，4人失踪，1人死亡。大家看这边，来，1、2、3。哎，姐，跟你说一声，我上船了啊。哎，因为海上没信号，我先关机了。你放心吧，我给你多拍照片啊。哎，再见。哎，那位哥哥，你怎么那么害羞啊？哎，我发现你好像像一个人。你要吓死我呀！
我就看看你拍的怎么样，我偶尔也玩玩摄影。潘老大刚才说了，一只船上只能有6个乘客，你什么时候上来的？我也刚上船。兄弟郑铎，相逢是缘，以后也是朋友了啊，多多关照。非得着急忙慌的，这么黑漆漆的要上岛。说岛上的菩萨特别灵，未来一定生儿子，咱们就忍忍吧。行，忍一忍。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席。报告审判长，庭审准备就绪，可以开庭。好，请大家就座。现在开庭，带被告人郑铎上庭。被告人郑铎，你再详细的复述一下，鹿港18号离港以后发生了什么？你们为什么没有到达登仙岛？那天啊，先是出了点意外。我是鹿港18号啊，收到请回答，前方情况怎么样？登山岛5号。没事没事，这就是信号不太好。你这船喝多少白酒啊？晃这么厉害能出海吗？登山岛5号，收到请回答。你踏实坐着吧啊！我告诉你，我航海几十年了，这点风能算什么？我保证把你们都送到登山岛去啊！登山岛，不是陈年到不了。啥？登山岛5号？你说什么？啊？什么没有蛇蝎上不了？没事的，你踏实坐着，没事，坐着，没事是吧？啊，风要再大了，等会儿回去啊！坐着啊。所以你们的卫星电话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坏了。我们一开始以为真的信号不好，后来才知道是坏了。被告人继续。不用你，我来，手放开。没事吧？没事。登仙岛5号，登仙岛5号，登仙岛5号，收到这样，收到，请回答，前方情况怎么样？明白，返航。哎呀，怎么走不了啊？你放心，我跑船几十年了啊，保证把大伙送到地方。都进去吧，一大的活动愉快。进去，快！退什么退呀？啊！我保证你通道不就完了吗？你确定能到登仙岛吗？没问题。哎呀，快进去！你大了活动，快点！快点！
去。这边的风浪这么大，这客船靠不靠谱啊？兄弟，你不是专业潜水的吗？也怕这风浪？哥们儿，我是潜水的，我又不是鱼。别害怕，没事的，有我呢。没事吧？没事吧？他额头流血了，这样不行，得赶快止血。我船长那手里有医药箱。别去了，外面风浪那么大，太危险。你就忍着吧。我去。哎，慢点。收到，请回答。把卫星电话给我。什么？卫星电话给我？风浪这么大，去不了了，马上返航。你说什么呢你？啊？海山村快你了解吗？我跟你说，看过这个风暴片就风平浪静了。再说了，回去我这船名谁管呀？风浪的逼要紧还是船名要紧？信不信我弄死你？你小子还敢威胁我？我告诉你，这船是我的，我说了算。你要放我把你们海里危险，他妈试试！你还啥？船长死了？还他妈坏！小子，你还上过海事学校？会不会船？我是上过海事学校，我不会开船。你不会开船呀？那船长都已经死了，我不动。我还没弄死，我还没生儿子呢，老婆，对不起你了。船长死了，你们都知道。救生衣。小子，我问你，这船上有救生衣吗？这种船上肯定有救生衣啊。在哪儿？那儿呢。你，啊，找出来。好。就一件儿，拿过来。这救生衣是我的。求人拿着救生衣出去之后呢，我们跟着跑了出去，就看到
你别动了，我给他扔下去。就一给我，就一个，我给你。别打了！怎么办啊？去啊！我死不去啊！被告人季文静，救生衣后来被谁拿走了？胡白。后来呢？后来，王贵就冲了进去。我说这位朋友，别躲呀！你能躲哪儿去？别躲了。这点地方你也躲不住啊！来，出来，聊聊咱们啊！别紧张，聊聊。来，出来！你说你跑什么呀？啊，我的救生衣啊，你把它抢跑了啊！我不要死不了！这船现在不是还没沉呢吗？你穿它干什么？啊？干啊！反正我已经杀2个人了，再杀1个也不多。你们都给我听好了！现在他们这船上我是老大，你他妈不听我的，这就是下场。王贵让我们把血迹擦干净。他跟我们说，听他的话，他就不杀我们，能够顺利的到岸，他就一跑了之。他还跟我们说，不听话，现在就杀了我们。我们因为特别害怕，所以把他的尸体、刀，还有行李什么的，都丢到了海里去了。王贵是被你们杀死的，那你的丈夫刘凯又是怎么死的？他活该。他疯了，我们好像完全失去了航向，在海上漂流了好几天，也没有人来救我们。怎么了？我老公不见了。
看什么呢？我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岛。他说他看见岛了。什么岛？在哪儿呢？就在那儿呢，看到了吗？那哪有什么岛？老婆，我们得救了！我穿着救生衣，我可以游过去的。我到那个岛上叫人来救我们。你放心，我会回来救你们的。你快下来吧，那没有什么岛，你会死的，你快下来。有的，就在那儿，你看不见吗？你们瞎了吗？不是，那儿真的什么都没有啊！你快下来吧。最后一箱水都喝完了。我们在海上已经喝了4千，那明明就有一个岛，你们说没有？你们是瞎了吗？你们肯定都瞎了！你看我救他下来。刘凯，那什么都没有，那根本就没有岛。你快下来吧，太危险了！你们都疯了！哎，你们干嘛呀？在干嘛？哎，不去了。事实陈述就到这里，下面是举证质证，由公诉人开始。好的，审判长，请合议庭先翻到证据项第1页，这是一份证言。作证者呢是案发当天与鹿港18号在海上相遇的登仙岛5号的船长莫海生。由于他本人无法到庭，所以公诉人将这份笔录呈上。可以证明，案发当天，鹿港18号的确与登仙岛5号在海上相遇。船长莫海生曾劝鹿港18号返航。何守义对自己多年航海经验的自信，最终他决定冒险前往，最终才导致了杀人事件的发生。第2份证据是根据海事卫星的定位数据绘制的航海路线图。通过这张航海路线图可以看到，鹿港18号在驶离了码头之后，的确是朝着登仙岛的方向驶去。那在航程一半的时候，碰到了登仙岛5号船。不过仅仅过了10分钟，鹿港18号的信号就消失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海事警察隔了半个月才找到他们的原因。为什么鹿港18号的信号会突然消失？公安机关检查了鹿港18号上的卫星信号发射器，发现是线路进水导致的短路，应该是机械故障。那有没有可能是人为关闭的？这不大可能。首先，卫星信号发射器的开关被调在开那一档，也就是说，当发生故障的时候，它应该是开着的，而没有被关闭过。其次，在设备上只能够提取到船长何守义的指纹，而提取不到任何其他人的指纹，所以呢，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第三，在设备的插座以及电线附近都发现了进水烧灼的痕迹，而且包裹电线的橡胶皮本来就有一点老化，所以大致认定是漏雨进水导致的短路，最终确定是机械故障，而不是人为的关闭。请合议庭翻到卷宗证据项第10页，下面是一组案发现场血迹的照片证据。通过发光胺的呈现，在船舱内的地板上发现了被害人胡白的大量的血迹，这也与3名被告人描述的胡白是在这里遇害的情形相一致。其次，在船头的栏杆上也发现了大量的血迹，被证明是船长何守义的。那这也与3名被告人描述的何守义是在这里被捅杀的情形相一致。另外，在船头的甲板上也发现了大量的血迹。虽然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这滩血迹是谁的，但这也与3名被告人描述的他们是在这里联合杀死王贵的情形相一致。为什么不能确定血迹是谁的呢？是这样的，其余6个人的血样都很容易采集，而且也匹配成功了，唯有王贵在公安机关的信息数据库里
查找不到关于此人的任何的身份信息，所以没办法进行血样的比对，只能够排除是其余6个人的血迹。但是，据3名被告人供述，在他们最初登船时，在船头甲板上没有看见过血迹。那为什么没有王贵的信息呢？公诉方怀疑此人使用的是假名，但是现在人死了，尸体也消失了，所以没办法进行考证。在血迹报告的后面是法医的鉴定意见书。首先是在发现了鹿港18号附近海域的某个荒岛上，找到了刘凯的尸体，经鉴定，身上没有发现其他的伤口，所以可以确认为溺水身亡。其次就是船上各处血迹的分析报告，那通过失血量来判断，胡白和王贵可以被认定为死亡。用于杀死王贵的那把弹簧刀上的血迹分析报告，为什么没有？那把弹簧刀丢失了。据被告人郑铎供述，当海事警察发现他们的时候，他非常的兴奋，急于脱险，所以在登上海警船时，不小心那把弹簧刀就掉到了海里。那虽然后来警方也搜索了附近的海域，但始终没有办法找到。审判长、审判员，3名被告人郑铎、齐文静、林宇的犯罪事实已经在起诉书中明确的认定，而且也为今天法庭的调查所证实。3名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亦供认不讳，他们承认是出于恐惧而联合杀死了被害人王贵，所以根据相关的法律，应当判处3名被告人故意杀人罪。在审查此案中，3名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能够如实的交代，而且均有悔罪的表现，所以请合议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性质，以及考虑到3名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当时当地的客观环境，依法给予公正的判决。辩护人有什么辩护意见吗？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根据事实和法律，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观点。关于事实的认定，辩护人提醒合议庭注意：我的当事人郑铎只是让齐文静扎伤王贵，而并不是杀死王贵。没想到齐文静失手杀死了王贵，所以郑铎不应该对王贵的死亡负有责任。关于适用法律，被害人王贵之前已经杀死了船长和另外2名乘客，他也有很强的动机杀死剩余的2名乘客灭口。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的当事人郑铎想要制服王贵，属于典型的正当防卫，不应属于故意杀人范畴。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公诉方所提出的罪名不适用于我的当事人郑铎，请求人民法院根据事实情况，依法免除我当事人郑铎的刑事责任。老总，他说他的事儿还指望着您帮衬着，说要不然的话，他怕自己在警察那边管不住自己的嘴。就这些吗？他要求我一定把这段话完整的带给您。下回啊，你去看守所见你的当事人的时候，你也转告他，让他记牢，没有人能够要挟我。他还说啊，他对罗总绝对有用，不光是10年来如此，而且会将是永远。
去啊，赶紧坐。今天这个合议庭到底是什么看法啊？你们？虽然有些地方呢还不完善，你比方说那个杀人用的弹簧刀，始终没有找到，其他方面也听不出什么毛病。我反而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什么问题？其实可以支撑此案的仅仅是3名被告人的供词，那些所谓其他的物证也只是血迹。可是这些血迹仅仅可以证明这些人是在这些地方被杀死的，能够证明是谁杀死的吗？甚至说还有王贵手里那把短刀，有没有可能王贵手里根本就没有短刀？反正他已经失踪了，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推到他脑袋上。还有，我们在船上根本就没有发现刘凯的血迹，难道这就一定证明说他是自己跳海的？有没有可能他是被别人扔到海里去的？这也只是我的一种推断可能性而已。万事皆有可能，但这仅仅也只是可能。话里有话啊，怎么讲？证据。关键是证据。事实需要证据来印证。杀人呢，一定是有动机的。经过调查，这3个人的供词已经得到了相互的印证，而你刚才的这些推测，请问证据在哪里？动机又是什么？暂时还不知道。我看大家说的都很好。这个案件呢，基本上事实呢已经很清楚了。3名被告呢都已经认罪，而且他们的口供是高度一致的。公诉机关提起的诉讼呢也是合情合理。但是你但是什么？不是，我听过一句至理名言，就是但是之前的都是废话，但是之后才更加重要。得，还一套一套的。闭嘴。希儿，你刚才的但是是？我刚才的但是啊，咱们说好了，我刚才的但是，前面那些话，可都不是废话。这个但是呢，我有一些疑问。第一个我想说的就是卫星电话。我想问一问大家啊，这个何守义在船上他是怎么死的？他是在甲板上打电话，然后被王贵刺中胸口，推下去的。妈，老子命要紧还是船票要紧啊？信不信我弄死你？你小子还敢威胁我？我告诉你，这船是我的，我说了算。你要是不听话的话，把你扔海里喂鱼去。你他妈试试！我操，你还！是何守义，当时手里拿了电话，那他掉到海里的时候，电话呢？跟那人一起掉海里了？不对，供述里是说，王贵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是拿着海事卫星电话的，而且反复确认电话确实是坏了。可是我有个问题啊，你们说就在这一瞬间，他是怎么把电话夺过来的？当时天那么黑，船又在摇，郑铎没有看清楚，也完全有可能啊。或者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王贵在把何守义推下海之前，先把电话从他手里夺过来了。这个细节有时候啊，记混淆啊，记得不对，甚至是忘了，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要把这些细节记得清清楚楚，丝毫不差，甚至3个人的口供都是高度一致，说明什么？这3个人的供词严丝合缝。在什么样的情况下，3个人的证词严丝合缝，高度一致？串供。当然，也不能说他们的口供啊是一致的，我们就说是串供；口供不一致，我们就说人撒谎。我还是那句话，案子到我们法院，如果我们在这个案子有漏洞的情况下，把这个案子给判了，
那就是我们法官的责任。你们别忘了，我们法院是守住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然啊，我们坐在法官的这个审判席啊，就要尊重一切可能发生的可能性。善于找出这些小问题。即使这些小问题呢，不能代表着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对案件产生重大的转折，但是呢，它也能训练一下我们的思辨能力嘛。齐院不愧是干过公安的。齐院，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的推断都是正确的，那他们3个人就是在说谎。那我们这案子应该怎么判呢？如果，什么意思呢？这个如果说的就不是事实。今天我们大家都是推测，没有确实的证据来证明他是在撒谎的。所以一切都要以庭审当中的证据和陈述的事实做客观的审判。思辨精神咱们要有，但是不要有主观的臆断，主观的臆断会影响正确的审判。下班啊？下班。马浩松，齐院长在吗？哦，我刚好像看到他刚走，怎么了？嗨，这有他的信。你是不是不知道他办公室在哪儿？对啊。你给我吧，来，我给你送。好嘞，谢谢啊。客气。这么多。张院，怎么了？好像电瓶没电了。你怎么能会修车呢？我给你找一个人。不用，我找4S店了。找完了是吧？哎呀，忙你的吧。好。电话哪儿去了？哇。